大家好呀，我现在还在这边等3岁下班，然后因为中午午休了一下嘛，我又精神一点啦。然后刚刚看油管视频，看到一个博主，他讲述自己现在就是很焦虑嘛，然后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，让我也联想到了我自己。我觉得在加拿大的2年，从身心上面来说，我其实是很累的。我觉得在那边生活和工作，如果是换一种时机过去的话，可能是不一样的。然后就是每个人的经历也不一样嘛。我基本上就是我刚去加拿大的时候，我是没有工作的，然后也是刚刚在国内结束婚礼到了那边，就是大喜，这是第一个。然后我刚到那边就是很兴奋，觉得哇，异国他乡。然后我是南方人，我觉得在加拿大那种能够积厚厚的雪的地方，我觉得就是很兴奋，就很期待。就大概待了2周吧，我就收到了我外婆去世的消息，就一下子从大喜到大悲，就是有一个特别特别特别大的落差。所以我觉得刚到那边的喜悦可能就那么2周之后就被冲淡了很多很多。然后当时加拿大和中国的关系可能没有特别，就是比较紧张一点。那个时候航班也特别少，就是从多伦多直飞到国内的航班，它还是比较少的。要去转机，我记得要去哪里，我不太记得了。反正当时我记得要回家的话，可能要2天，就是1天坐飞机到我家的一个大一点的那个地级市里面，然后再转车，然后到县里面，然后再坐小车到镇里面，然后从镇里面到老家可能还有2、3个小时的路程，就大概算了一下，就是2天左右。然后其实我那个时候赶回去的话，然后我的家人告诉我，他可能说我赶回去也不一定能见到我外婆的最后一面嘛。然后我当时就有一些犹豫，然后其实时间并不是问题，可能更多的是经济方面的一些考量。当时可能会有比较大的负债，就是除了婚礼的负债之外，可能还有3岁之前他在国外读书、留学时期一些费用，就是还有他自己目前的一个店铺嘛，就是一个门面，就是目前都是在负债状态，每个月可能要还1到2万人民币这样子加起来哈，因为在那一段时间就很难受。然后那一趟机票可能我一个人回去的话也是1万多，然后往返的话可能就是3到4万，因为还要加上，到了国内之后再到家的那段路程，还有生活费，还有各种各样的，可能我当时就犹豫了，我就没有去买那个机票。就是很痛苦，我当时就是整个人很悲伤，巨大的悲伤，因为我的小学、我的童年都是我外婆带大的。我从小学2年级，反正我记忆里特别小的时候，还是幼儿园的时候，我就在外婆家长大。然后可能跟我自己父母相处的时间，都还没有跟外婆相处的时间特别长。我觉得她是我的精神支柱，就那个时刻，我天真的以为我去了加拿大，我找到了好的工作，我可以给她寄生活费了，这真的是一个我最大的动力。可是就在我马上可以实现那一步的时候，就突然好像就是没有了。刚刚因为在大厅里面人太多了，不太好意思，就又到了院子里面，就是接着刚刚讲，就是从刚到加拿大的那种很大的喜悦嘛，然后2周之内就是又有一个特别特别大的落差和打击。
我当时应该就是休息了半个月，就是什么都不想做，就是每天都哭，想起来这件事情就哭，然后哭到累了就睡觉，睡醒起来又哭，然后又继续睡，然后就这样。其实我对那段时间的记忆特别模糊了，我感觉就是浑浑噩噩的，就只知道很伤心很难过。然后因为我外婆家她一共就是一儿一女嘛，然后我的妈妈是她的小女儿，我还有一个舅舅，然后可能因为之前家里一些矛盾，我对她的怎么说呢？我对他们的一些做法可能不是很赞同，然后我把他删了，我的微信联系人也把他删了，不跟他沟通了，就是也是因为外婆生病住院之后的她的处理的一些方式吧。就先不说我舅吧，反正已经时间过去这么久了，也快2年半了，也快2年到3年了。毕竟他是我妈唯一的亲哥哥，所以我们现在还是有来有往这样子，就大家都不提这一件事情。然后回到我在加拿大的那2年的状态，然后之后我就是拼命的找工作，因为每个月它都有一个还款日，有还款日，有花呗，有借呗，还有银行的贷款，每个月都有。然后当时过去的时候还要租房，它是押一付二，然后我们第一次租的房子是比较贵的，月租人民币就在1万左右，它还不包水电，然后加上生活费的话，我们2个人其实就要到2万左右。然后当时3岁的工资，他在那边大学里面的工资其实也就1万6、7这样子，所以我们每个月其实都是透支的状态。然后因为生活费会有一些不够嘛，我们就用借呗和花呗，就是这个月生活费不够了，就借呗里面借一点点，然后下个月可能要还借呗了，我们又从花呗里面借一点去还借呗，然后生活费还是会不够嘛，所以又从花呗里面再借一点生活费。我那2个月真的太着急了，我本身就是很沮丧的心情，但是又迫于经济压力，我不得不使劲的去投那个工作，然后我也不管我是不是喜欢做那个工作，我不分，就是我当下的想法就是我要尽快上班，我一定要尽快上班，不然真的不行。然后就也还算幸运，可能1个半月左右，我就拿到了一个 offer，然后再等半个月，然后就去入了职，然后在那边上了大概4、5个月吧，就是我的工资有1万5，大概左右，就是这样子，就是人民币1万4、5左右。然后当时对缓解我们的经济状况，我觉得有很大的帮助的。就前4个月，我每个月的工资一到手，立马空，就是秒空，因为到了手就马上要转钱回去还借呗、还花呗，或者就是还银行贷款。我那几个月也挺难受的，因为我觉得上班上的真的很辛苦。当时华人公司可能工作种类也比较杂，压力也比较大。我可能发了工资，我想出去，比如说吃一顿好吃的，或者是我想买一件漂亮的衣服，但是当时也要压抑着这样子的想法，就是发了工资立马就要还回去，然后其实工资在我的银行卡里面可能都没有待热乎，就又空了。然后你就要焦虑下一个月的钱怎么办，就这样往返了几个月之后，后来也因为工作上的压力和我个人的身体状况，当时出了一个比较大的问题，我就不得不辞了职，因为我觉得我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，我整个人都会崩溃的，我精神会崩溃的。就是到后面之后，我的情绪就是更压抑不住了，因为本身前面可能有亲人的离世，打击非常大，我一直就是压抑着那个
那个伤心，就是不去想，刻意不去想，然后每天晚上也会失眠，经常失眠，就觉得我现在的工作首先赚不了钱，然后我们两个人都工作很久，然后赚的钱还不够用。其实我还有一点特别难过，就是我外婆去世的时候，我妈说他们去银行销户，我外婆的卡上只有300块钱，养老那个社会保障卡上它只有300块钱，我就很难过。我不知道她一直过着是什么样的日子，就是到临了人走了之后，他们去查他的银行卡只有300人民币，然后我就无数次在想，如果我当时稍微省一点点，省一个可能出去吃饭的钱，我可以给我外婆打个500块，或者是几百块，可能也会好一点，让她的生活没那么紧张。就是我之前有寄过钱给他，但是比较少，因为我那个时候还是学生，还在兼职，可能当时并不知道我外婆的状况是怎么样的，因为我觉得我舅舅会给他打钱，每个月会打生活费，然后他还有2个孙女嘛，就是每个月也会有几百块钱这样子，但是我没想到他最后走的时候只有300块钱，这也是我心里的一根刺。所以就反复在这种比较负面的情绪压抑下，我可能就是那段时间整个人状态特别不稳定，我还经常跟3岁吵架，因为工作的压力，因为经济生活的压力，还因为家庭亲人离世的一些悲伤，因为他不太懂安慰人，他不会安慰人，他从来没有经历过自己比较亲近的人离世的那种悲伤，就是那种悲痛，他理解不了。我感觉就有时候我可能哭多了，他会觉得你怎么还在伤心？你外婆都已经走了1个月了，你怎么还这么伤心？或者说你外婆都已经走了3个月了，你为什么还不开心？你为什么还不振作起来？就是他可能给我的反馈，或者是他安慰我的，都是那种，怎么说呢？我感觉就是安慰不到我心里面去。他说的话有时候反而会起比较相反的作用，所以也经常爆发矛盾。我觉得那段时间过得是非常难受的，我们经常大吵，每天晚上，每个周末，就1周可能有2、3次大吵，我真的特别崩溃。因为我觉得首先工作压力特别大，还债，而且我自己本身是没有负债的，我是跟了他结婚之后，因为他结婚是他自己出的钱，但他钱不够，然后他欠了好几万嘛，然后他自己本身就有房贷，然后我们去到加拿大，他是身无分文的，然后我就用我的积蓄去租了房子，因为我觉得结了婚大家的钱都是一样的嘛。后来其实我的积蓄也是在欧洲留学那段期间兼职赚的一些钱，也根本就没有多少，到后面就根本不够，然后跟他一起还债，我觉得我做的已经很好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亲人的离世，你还不可能多体谅我，多包容、安慰我这样，所以我有时候就很会想不通。到后面就是整夜的失眠，大把的掉头发。除了这些事情本身，我觉得就是在加拿大第1年，我感觉好像很多的不好的事情都会来，你知道吗？就一旦你身边发生一件不好的事情，就好像还有很多别的不好的事情就会扎堆向你涌来。然后在那段时间，3岁的那个房贷又出了一些问题，导致他就是有一点还不上了嘛。因为那个房子一开始是有租户在租的，那个租户的租金每个月可能可以帮我们减
减少一些房贷压力。到后面，他的他的家人就是把那个店面就是自己霸占了，然后就是租户他搬走了嘛，然后他们家人就是自己把店面霸占了，然后也不让我们租出去，也不让我们卖出去，因为在我们那种经济压力下面就真的扛不住了。如果又不让租户来租的话，然后又因为我们在国外，真的就是束手无策，他家人就是油盐不进的。所以那段时间真的好崩溃呀。我觉得可能对我没有特别大的关系，但是就是那个事情在精神里面，它就是会形成一种无形的压力。因为我觉得可能大部分的父母都是会体谅自己的子女，也不说就是多么支持吧，就可能说不会去给子女增加额外的负担和压力，但是有的不会。真的不会，有的父母他是，我不太想说这些，感觉在说人家不好的话，我只是在阐述事实，或者是从我这一面接收到的。我觉得这2年跟他在一起好辛苦，然后就是整夜失眠、掉头发，然后我基本上是连续吃安眠药，就是每天晚上要吃安眠药，要吃了2瓶左右。我不敢每天都吃，因为我害怕它对我的精神或身体有影响嘛。我就一个晚上睡不着，我就熬，我另外一天我就吃安眠药睡好。但有时候就真的睡不着，就是你脑袋里面会不自主的去想那些你可能白天没有想的事情，就是你想着想着你就睡不着，你就会很难过，然后可能你想着想着你就会哭，你就会爆哭，半夜爆哭。在3岁的旁边，自己在那里哭，然后他睡得就很香，因为他第二天要上班，我又不太想特别影响他，因为怎么说，总要有一个人，对吧？总要有一个人去承担家里面的一些经济的支柱。就在那个时候，如果我再继续耽误他的时间或者怎么样呢，我们2个的生活可能只会更惨。然后到后面加拿大第2年就好很多了，我觉得可能最主要的压力就是经济来源比较少，收入比较少，然后也觉得自己感觉在国外留学了2、3年，然后在国外混了这么久，也没有赚多少钱，也没有什么好一点的工作，然后存款也没有。就什么都没有的状态，就还是有时候挺自卑的。我觉得可能我那段时间也不太敢出去买衣服，就是我连逛街的欲望都没有，我连买衣服、买一些小饰品的欲望都没有了。可能我每周就是出去买个菜，那是我唯一一周出门的时候，就是周末去买菜，然后去的超市也是我可能2年里面去的最多的。就是没有心情去逛街，然后你去逛了又有什么意思呢？因为你没有钱去负担那些东西的话，你还不如在家躺着看看剧，可能会愉悦心情一下。就觉得那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，我不需要这些衣服，我不需要这些包包什么东西的。我那段时间我也不化妆，我也不洗脸，我甚至有好长一段时间我早上不想洗脸，就是很丧。嗯。所以我觉得好像不止我一个人这样，不止一个人会这种焦虑。其实很多做自媒体或者是在海外的人，他们可能或多或少都有焦虑，只是没有表现出来而已。然后我这些事情，我一开始不是很喜欢，不想讲。我觉得
这种事情应该要埋在心里面。但是我觉得好像人他像是一个容器，你很多东西如果都装到这里面，你不吐出来的话，你可能就装不下新的好的东西。所以也是慢慢恢复了一些之后，我今天就是想把它讲出来，然后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空间去装一些更好一点、开心一点，或者是一些美好的事情。然后呢，其实我就最后想说一下，就是有一句话就是讲的"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"。就是我希望，嗯，然后呢，其实我就最后想说一下，就是有一句话就是讲的"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"。就是我希望，